那你念佛呢，念一念呢，这个妄念就会嘣冒出来。我念佛念一辈子，到底一心不乱是什么样的境界？临终在往生之前，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那我还能往生吗？大家好，今天呢，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在《阿弥陀经》当中的其中一段令人非常震撼的阿弥陀佛对所有众生的一个重大宣言是什么呢？只要是一心不乱，直持名号，必定往生。所以很多人念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就会想，我如果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呢？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好，在这里呢，也是一个重点。听闻到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4个字，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很强烈想要来学习念佛啊，直持这个圣名圣号，直持名号。直呢，直就是心念一直是抓取在这里，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啊，很多人还没学佛呢，执着的是什么？执着的是钱，执着的是感情，执着的呢是人际关系，执着的是名利权位。那我们呢，就要把这个执着的凡夫的心念呢，把它淬炼、净化、升华，变成呢执着这世间人事物的心呢，来直持阿弥陀佛的圣名。而且呢，持呢，它的意思就是一直不间断的，非常连续、连贯性的在我们的心念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一直有直持名号，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重点。要直持名号有几个条件呢？刚刚有讲1日、2日、3日，乃至若7日。这个直持这个名号是不是只有7天直持？不是，它是一个表征，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1周就是7日，那1个月那就有30天，那1年就是365天。365天的每一个若1日、若2日、若3日、若4日、若5日、6、7日，要到达是一心不乱。好啦，这个一心不乱，人家通常看到这里就会心会有点打住，很多居士也会觉得说，我念佛念一辈子，到底一心不乱是什么样的境界啊？我真的能够到达一心不乱吗？在临终在往生之前，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那我还能往生吗？这里的一心不乱呢，它是有分不同的次第性，所以刚刚已经提到先决条件必须要直持名号。怎么直持呢？天天日日时时分分秒秒，你的心呢是悬挂在这个佛号圣号上面。那你在念佛的时候呢，是专注的。所谓的一心呢，一是什么？就是专注、专一、纯净、无杂染、清净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纯一嘛，就是非常清净纯一，这个质地是非常的清净的。不乱呢，不乱这里的意思，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它可以说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一心直持名号，在念口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的心跟你的这个嘴巴念出来的这个声音跟佛号融合在一起，一心呢，就是意思就是说非常专注、专一的心念。不乱呢，就是不被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在的境界所扰动。你可能在念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人念，你是在很安静的环境，你有办法可以到非常专注一心。但是也有人觉得说，我也希望是不是在我一个人单独独处的时间来念佛号，我可能是在去上班的路上，也有居士跟我说，师父，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我都在念佛，我内心非常的随喜，但是我也要提醒要小心，注意安全。他在不管是通勤也好，就是坐捷运也好，搭公车也好，或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都好，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心思呢执住，就是抓住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这样子呢是训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会被这个外在的境界所干扰困扰。怎么说呢？例如说，你今天到了公司，结果呢，你的同事呢有一些工作没做好，结果呢，你连带的被你的上司呢，就是开会的时候呢，有点小处罚、小骂了一些。那你那时候的心念有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自己完全的错是同事他没有用心在工作的范畴而影响了我那你下意识心里就会有一种愤恨的心、不满的心。那你那时候当下也不能够辩解的时候，这个执持名号就是变成一个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的烦恼的心、烦乱的心能够有一个止住的力量。你可能你那时候内心你就心里就是想着是阿弥陀佛，甚至心里默念阿弥陀佛，那或许你可能呢当下你就不会开口说出你不该说的话，可能会造成彼此大家的一种情绪的紧绷。所以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多这种的境界例如说一个妈妈好了，回到家煮了一桌的饭菜，很用心的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呢看到孩子呢都没有在用心做功课，在打电动玩具，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心里就很懊恼，觉得说我这么辛苦下了班马上要赶快准备好这么丰盛的餐食，结果呢没有看到孩子这么用心的在努力自己的课业，反而是在放松在懈怠，在玩电动玩具。所以那个妈妈的心态是不是当下会升起一个念头，就是很想要开口骂人？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可是如果说你知道了，有时候这种情绪的紧绷，或者是直接的口出恶言，不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会更圆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心先挂在佛号上可能他一想到师父曾经说过，我们当下那个烦恼心现起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心念，就是那个烦恼的妄念呢，要怎么止伏住呢？就先把佛号升起，让佛号的力量呢盖住了我们这个烦恼的心念，例如说是嗔念也好，或者是贪念也好种种。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在日常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去练习如何执持名号，而能够到达一心不乱。不乱的意思呢，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可能念，你会觉得你很专注在念，没有错。但是你在念的时候会不会打点妄想念到可能
几百声或几千声佛号的时候，开始呢就在想啊，昨天我应该那个是不是在股票啊，哪一只股我应该多放一些啊？结果错失了这个时间点，没有赚到多一点的这个红利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甚至呢想到呢这个昨天的事情，例如说刚刚的例子，被老板骂，那你念佛呢，就心里念的不是那么畅快，念一念呢，这个妄念就会嘣冒出来，让自己呢又好像陷入在那个情境当中。所以不要太担心在念佛的时候妄念纷飞，你要想我们的妄念呢，就如同在天空里面的乌云也好，白云也好啊，它飘来飘去，它没有一定的固定的，它是变化的，它是因缘生灭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念来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自在，也比较安然啊，就不会有太多的执着的念想。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个妄心、凡夫心去止服它。所以为什么叫一心，就要先制止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妄念、烦恼心、杂乱的心，让它呢到达不被动摇，就是不乱了，就很定静。这个是很深的功夫啦。我相信呢，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在这个部分去努力去练习的。在《佛说阿弥陀经》当中呢，佛陀是这么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在生前呢，就是要广修净因，累积福德资粮。不可以少善根，善根是自己的善根啊，自己的善根是对于阿弥陀佛他所发下48大愿造就的庄严极乐净土，在西方的极乐净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信心。那这个愿呢，一定要有这个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深刻的而且是坚固的愿望跟愿力，那他必须要呢发下菩提心。这菩提心的意思就是为利众生而愿发心往生净土的心。所以这一点呢，又破除了有些人对于觉得念佛法门或是净土法门的人，觉得一开始会感觉这些人呢都是不问世事，就是对现世呢都不关心对周边的人呢也不想理解，有一种好像厌世的感觉。其实呢，这是错误的。真正想要发心往生极乐的人，一定是深刻体悟到在世间人事物的种种的苦，自己呢想要从这个苦痛拔除，同时呢还想要希望呢让所有的众生也在这个苦痛当中呢找出根本的因，把这个最根本的因呢拔除，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个苦果了。福德因缘，这个福德因缘呢，就是生前自己要多种一些福。怎么种呢？可以以自己的身口意身可以造的善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语呢，就是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那意念呢，就是不贪、不嗔、不愚痴。总括呢，有10个善业，我们要尽量的去在生前呢就要去行持。好，
再来呢，经文就说了，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这里呢，阿弥陀佛又在给我们多一层的背书哦，给我们加强信心。你如果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慢慢的做，这个人啊，这个一生呢执持名号佛号的人呢，在临命的时候，一定阿弥陀佛会现在其前，同时还有很多净土里面的诸大菩萨都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来接引。而且呢，这个人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不会意念颠倒。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常会听到啊，某某居士他一辈子念佛念得很精进啊，但是呢，不晓为什么在往生临终之前呢，意念就颠倒了。怎么颠倒呢？把念珠扔了啊，佛经也不看了啊，这个就是有一些业障现前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以清净心、至诚的心、恒心啊，不是今天心里身心很舒畅我就来念佛啊，明天哪里事情又不顺了，或身体又不舒服了就不念佛，就是走走停停，然后走5步退2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念佛。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它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这个心念呢，持持名号，一心不乱，必定在往生之前呢，也会正念现前啊，一定会有很好的因缘，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往生，不至于有太多的恶缘违缘啊，让自己没有在往生净土的资粮道上面呢有太多的障碍。那当然呢，我们在生前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积累福德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嘛，得生彼国。那当然我们要自己内心要常常坚定这个信念，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净土的信心以净念清净的信念发心，发菩提心，发利益众人的心，而要往生。那当然呢，我们一定能够依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力，仗着他力。所以自力呢，首先我们要求要确定自己是否是有升起具足的信心，而且要念佛不断，这就是自力。当然往生净土很重要的是依他力，是依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可以带业往生啊，就可知呢。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给大众的门槛是很宽松的，就是不是这么的难去达到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呢，都不用太去担心我是不是没念到一心不乱，我就不能往生极乐呢？这我们不用太去担心。我们应该要担心的是自己是否对阿弥陀佛有升起了这个至诚具足的清净的信念跟信心，不是一下子信心很强，一下子又信心弱了时而强时而弱，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是你的信心可能刚开始没有很强，但是越念佛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强，强到最后呢，你会念到清净的自信阿弥陀。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归敬归依，依止阿弥陀佛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我在之前念佛有用吗这一则也有详细的分解这个阿弥陀3个字的殊胜的密意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回去看。所以我们不用去太造作这个心，
就是觉得说我是否一定要到达经文所说的一心哈，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地？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把这个一心放在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上面来念佛。我们不可能以凡夫的心呢，我们一开始来念，我们就能到达一心不乱。但是呢，它一定会慢慢，我们得到阿弥陀佛这个他力的加持，能够让我们的念佛的心力更加坚定、清净、至诚，而最后呢，当然呢，就会有到达不乱的境地。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先止住我们的妄念，先把这个凡夫的念头先止住，再来呢，我们念到后来才能够升起观起这对所有外境外相妄念杂念的这种升起不变动的心，能观这个所有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心念而生，当然也是由这个心念而灭去。所以念佛，我们是要念出自性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福德、无量光明。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意念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我们就能够跟佛的心念呢，就能心心相应。当然，我们就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个凡夫的心念转化、转向、升华，变成佛心。所以阿弥陀佛的48大愿中呢，其中的第18大愿就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要仰仗的他力阿弥陀佛。只要非常欢喜好要听到阿弥陀佛，想要念，一直念，直持念，这样一定可以蒙佛接引往生。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脚踏实地的老实念佛，生清净愿，发清净愿，做一切所有的殊胜善行，然后呢，广为回向。这个就是我们在积累我们往生净土的正因。那我想呢，今天在这里呢，和各位分享怎么样念佛，我们的心态在我们日常当中我们如何去做。希望呢各位在念佛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心得或是一些想法疑惑，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希望呢这个影片带给你会有一些帮助。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会给你帮助，也会给你的一些学佛的朋友也好，或是你的朋友也有帮助，也请你给我们分享、转发、分享、点赞同时呢，也给我们这个影片做粉丝热推这样子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因为你们这样子积极的支持这个影片呢，让他们可以去发送给更多有缘的人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布施哦。那也祝福大家念佛心生欢喜，临终呢得佛接引一切事事顺心如意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我在这里跟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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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